Hello， 大家好，这一期我们来看武器菊猴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然后他的一个刷野抓人思路啊，绝世贾克斯，这个能拿到这个绝世的都不简单了哈，我就这么跟大家说。然后这里面可以看到的话，三项是没有变化的，但是从那个什么，因为现在那个这个什么叫什么破败之剑嘛的话，它这件装备现在的吸血变得全能吸血，所以贾克斯这种混伤的话，其实更好的让它有这个吸血效果，所以他现在就不做那个峡谷制造者了。第三件的话就做这个那个什么叫什么青龙刀。然后你就发现它这个整个前三件这个三件套以后的伤害就已经很爆炸了。我们看一下它在那个后面什么情况吧，反正看朴实无华的拉野，我已经听到他点了一根华子，说明这局还是打得很轻松的嘛。没有太多的拉野，整体来说还行。中路想变奏去尝试，但维克托单杀刀妹，这就很有说法了。现在的野的话，有个点就是太开了，就是野怪之间那个距离太远了。现在的拉野速度就不能像之前那样子去拉野。你看没有，这个距离怎么拉？就问你怎么拉？但还是可以稍微拉一下蓝 buff 这里，就是往这边走一走，就是这样子。但你说很好的拉野的话就不太行，反正1分40秒就去刷石头和道血，然后稳稳的升个5级就行了。然后回去出个鞋子跑得快一些，再更好的打人。如果出门有小兵的话，就可以Q 一下小兵。这里出来以后，你会发现就可以刷这个石头了。就这个版本是真可以全程在那刷野，全程在那刷野。奇迹警者还在刷野，你看刷完这波野，还能再刷那个蓝 buff， 红 buff， 再等一下，这里再刷一个三郎，刷完三郎接着回去刷那个红 buff， 对吧？等到了，队友有优势，其实帮不帮无所谓了，像这种局面。那前期健身那个什么打野的话，确实除非有机会不然现在都不去越塔了，不好越，所以稳稳的吃野怪会更舒服一些。你看第2次回家，现在打野就有点像端游那种味道，你一定要很好的去规划好自己的打野路线，不然你很容易炸，我就这么跟你说，很容易炸缸。这里过来，你可以看到这两边的打野都在刷野的，没有太多的变化，只是线上是队友自己创造着一点优势在那里。开个反击风暴，Q 不到，Q 不到就没办法。
这里看一下中路，往中路靠一下，没有结果的话就回来继续刷野就行了。然后这个时候石头人就好了。所以其实前期的现在打野的发育节奏没那么快了。明牌的这种情况下，明牌走下来就行。然后看一下对方的动向，蓝没有刷，那说明他蹲了一下双人路的，有可能会直接抓双人路，必须得赶紧过去靠过来就行了，边刷野。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话，惩戒这东西呢，就经常的会拿它来用一下了，而不会像之前一样，第一件就核心装备做出来以后，惩戒基本上不用的，除非都是拿来抓人的时候，惩戒起手给一个减速的控制。哦，这里男枪在这，一技能。那对面有点炸缸，这局来抓送了2个人头，2换1吧，也不能叫说送，毕竟做了一些事儿的。这里的话过来直接收这个，哎，现在真的就是有那种端游这种打野的那种感觉了。峡谷拿到以后，可以给中路，也可以去推，这种就看情况了。对方回家，那就直接推中路了。对方不想守的话，就速推。推完中路以后，会更好的去吃那个资源。这里开反击风暴，补上伤害以后直接收掉啊！喂，赶紧跑，不要犹豫啊！不要省这个闪现。如果一旦刀妹的 Q 跟到你的那个伤害的话，你就很难受了。好，龙也控下来了，双资源拿到，前期节奏还挺好。不过这局的话是优势比较大，后面的话看他那个后面的那个情况，后面几局的话有可能，但我感觉后面几局优势都很大。我感觉我们是不是跟他们玩跟这个武器绝活哥玩的不是同一款游戏啊？我天！哎，你看没有？这种就有点贪过头了。现在就是千万不要去想着说极大程度的去拉野，真的拉拖了就是拖自己节奏。除非你的装备已经成型，够允许你这样子去拉野，然后这里的话装备是有优势的，完全可以跟对方打起来。然后对方还交了个死亡闪现，血赚啊这局，这波还是血赚的。然后这里过来吃一下线，把线守一守，中路一塔不能掉，因为现在这种情况的话，野区是很好打架的，而且很好入对方的野区，所以整体来说，一塔现在更重要了。所以我感觉现在的那个先锋的优先级会更高一些。你看一塔不掉的话，完全可以肆无忌惮的去入侵对方的野区。现在我有种感觉，就是中上打野帮中上的优先级比帮双人路优先级高。双人路的话，就唯一一个点就是在塔外面的时候，是把对面压很深，可以去抓他们，或者反蹲一手。但如果说要去越塔的话，千万不要，装备在没有成型，就是核心装备没有成型前，不要去尝试越塔，因为伤害并不是很够，而且那个什么塔的伤害真的太高了。中路的优先级在哪里呢？就是中路一塔，
如果中路炸得很厉害的话，你中路一塔掉得快的话，你的野区可能会守不太住。但这种情况也得判断一点，就是你对面打野的会不会玩先，他会不会说经常会主动入侵对方就是你的野区。像这个男枪的话是有尝试入侵的，但每次都没入侵成功。那这样的话还是要稳住自己的一塔，就是中一塔一定要稳住。推塔好快，被控住一个反击风暴抵消了很多伤害。这里不能再吃了，再吃的话，哎，过来打一套，没有最后一个 W 没有敲到对面的辅助啊，打不了了，这种塔千万不能越。还差点钱，不然的话会卡装备。这波天龙刀还是想回去刷一个红，或者说刷一个4F， 还是刷红了。哦，是大龙登场，那小龙的话还有时间。打算回去补装备，再出来打架。可以抓对面男枪，对面男枪的话装备没只做了1件半吧，好像是。他这个发育速度很慢。男枪的话怎么都得2件套，他估计第1件还刚做出来吧，还是能打的。武器这英雄在这个版本还是很强啊，我感觉这么看下来，前期的话是会差一点，但他第1件做出来就完全就可以独挡一面的 C 了。你看这边野区的话是被入侵麻了，下来直接打龙。拿到，对吧？这都4000多金币了，不打算回家。现在破败之刃做出来以后，他的全能吸血，对，我怀疑他有点，就是到时候铁男如果 Q 技能有 AD 加成的话，铁男开始做 AD 装备，然后有钢臂，然后再搭配这个破败之刃，也很离谱。我跟你说，他真能混伤，因为一个 Q，W 那些整体的效果是吧？他能混伤的话也是很离谱的一件事情。跳过来，反击风暴一开，对面不走是吧？那就晕住。咱们对面走了，想打你也打不到。推掉下路一塔，这样的话上来有大招，金身的话规避伤害，对方很能拉扯。还是得等下一波，这样的话，除非对面出来打团，有一波好的机会的话，因为大龙 buff 的话就结束了。这种情况下，要么就对面不肯给机会的话，那就只能去等下一条龙。如果给机会的话，那就可以打一波。哎，下路好像可以打。对面薇恩，说实话，对面的阵容比较畸形的，而且这个版本
严重一定告诉大家，不能没有前排，这版本没有前排就是废的，完全顶不住。那这样的话，游戏应该是结束了。好，第一局的话应该就到这里啦，后面还有好多局，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